这佩奇，竟敢出来害人！小丫头，你这力气倒是不小。老人家，你信我不？信我就往车厢最里边挪报警柱子。好，老身信你。这佩奇还敢来？老人家没事了。好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叫千和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了。千和啊，你救了老身的命，愿不愿意跟老身回京城去我家做个伴儿？京城？千和，你个死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还不赶紧回家！张地主家的媒人都上门了。我大伯母想把我嫁给张地主换彩礼，好给我堂哥盖房子。正好，老身陪你回去，把这事儿了了。这老太子怕是比我大伯母难缠100倍，不过我喜欢。这丫头，天不亮就往外跑，张地主家的媒人都坐一上午了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这是谁啊？老身姓傅，方才在悬崖边差点掉下去，多亏你家侄女出手相救，特来家中道谢。哎呦，原来是贵人，我是千和的大伯母。这孩子命苦，爹娘都没了，全靠我们一家拉扯。贵人说要报答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不过我们家养了千和这么多年，总不能白养不是？大伯母，我7岁砍柴烧火，10岁上山打猎养全家，你什么时候养过我？闭嘴！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。这是100两，从今往后这孩子归老身管了。100两？不过老身丑话说在前头，拿了这个钱，往后千和跟你家就是一清二白。这话么说的，千和是我亲侄女。大伯母，100两够你给堂哥盖3间大瓦房了，拿了钱咱们两清。千和，你就不问问老身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您浑身上下都写着有钱2个字，有钱人带我走，怎么都比嫁给张地主强。好孩子，老身姓傅，老身的孙子正是当丞相。这姑娘穿的粗布衣裳，怎么跟老夫人一块儿回来了？谁知道呢？跟个土豆搁翡翠盘子里似的，格格不入。征儿，祖母，你出门一趟，捡了条狗回来？胡说八道！这是千和救了祖母的命，你让人收拾个院子出来，往后把她当妹妹疼。富家不养闲人，哪里来的送哪里去。丞相大人，你天天醉得像滩烂泥，府里上上下下都快散架了，也好意思说养闲人？你敢放肆！丞相大人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。你打不过我。好一个你打不过我，征儿啊征儿，你也有今天。丞相大人，该起了。装睡是吧？行吧。你陈独，老夫人说了，让我看着你，你要是不起，随便我怎么弄。放肆！看，今天把这章看完。你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也配让本相读书？我不识字，但我有力气。丞相大人不读书，我就坐这儿包松子吃。你什么时候读完1章，我什么时候走。看完了，可以走了。丞相大人，明天这个时辰我还来。野丫头，听见了。沈姑娘，万万不可啊！这些可以卖废瓷，坛子碎片也能换钱。但是这可是少爷藏了好几年的女儿红啊！沈千和，那是本相的。是什么？是让你每天太阳晒屁股还起不来的东西，还是让你批公文批到一半就趴上睡着的玩意儿？哟，今天这么乖。免得你进来的时候又拽本相衣领。识相。沈千和，喊什么？晒太阳补钙。丞相大人天天窝屋里，骨盖子都软了。歪理邪说。这个县令说修渠要3000两，我觉得有水分。去年隔壁县修渠才用了1800。你怎么知道？看土质，这种红土夯实了就能走水，
没必要全铺条石。他报的单子里条石多了一半，那钱去哪儿了？从何报来？你一个山里长大的，怎么会这些？山里人就不算账啦。睡不着，你走吧。卷宗里写的什么？我爹娘的案子，10年前有人参他们通敌卖国，傅家上上下下只剩下祖母和我。我查了这么多年，每次以为快摸到真相了，线索就会断得干净。字太多，我认不全。但这个我看得懂。永宁侯是谁？朝中勋贵，没什么实权。10年前你家出事的时候，永宁侯府是不是有人升了官？柳氏，永宁侯既是柳氏之父，当年由5品擢升3品，正在傅家案发后1个月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插画在永宁侯府旁边，但笔迹不是你的。这卷宗在到你手里之前被人改过，改的人不想让你注意到永宁侯，但画地图的人忘了把叉擦干净。沈千和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祖母从悬崖边捡回来的野丫头啊！茶要凉了，快喝。放着。不放，先吃。你昨天批公问到虚实没吃午饭，今天再不吃，我就告诉老夫人你偷喝酒。你怎么知道？酒壶盖子没醒紧，味儿都飘院子了。下次藏东西动点脑筋。你生辰是几月？7月15，怎么了？鬼节。山里人不讲究这个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随便问问。过几日宫里有赏花宴，满朝文武家眷都去，老身带你去见见世面。老夫人，您确定带我去不会给您丢人？怕什么？老身说你行你就行，谁要是敢嚼舌根，老身第一个饶不了他。千和，老身有件事想问你。7月初7那天，永宁侯府丢了刚出生的嫡长女，那孩子右肩有青色叶状胎记，侯夫人丢了女儿，不到1年便病逝了。老夫人，您是说？老身只是猜测，衣裳做完了就回去，今晚让征儿去书房见你，老身托他查些东西。千和，不管你是谁家的孩子，你在老身这里就是老身的孙女。傅云峥，你都查到了？你出生那年7月15，宁侯府确实丢了一个女婴，侯夫人卧病半年就没了。季氏柳氏隔年进门，带了个刚满月的女儿，对外是侯夫人所出，但那孩子称世日期对不上，早了3个月。沈千和，你就是永宁侯侯府丢了18年的嫡长女。所以柳氏把我送走，好让她自己的女儿顶我的位置。沈千和，你想怎么做？我想先弄清楚一件事。10年前我生母病至时，柳氏他爹升的3品官，是不是踩着你家上位的？你怀疑？你查了10年的幕后黑手，现在找到了一个占我位置的继母，一个害你全家的凶手。这笔账，咱们一起算。好，走吧。晨读，今日读的是卷宗。傅丞相今天精神不错，我还以为得拎你衣领你才起来呢。少废话，跟上。之前吵着要送我回去，如今倒主动找上门晨读了。此一时彼一时。哦，那是谁把人从酒坛子里捞出来的？某人是不是该道声谢？御膳房新做的杏仁酥，回头让管家送2盒给你。行，那我就收下这份谢礼了。这些是10年前旧案旁支卷宗，不少地方被人刻意抹过，你眼神准，帮我一起筛。怎么，现在不怕我一个山野丫头看不懂你们朝堂的东西了？从你看出地图上那道擦不掉的叉开始，我就知道，你比朝中大半官员都看得透。傅云峥，那些欠了债的人，咱们一个个慢慢讨回来。好，一起讨。那就是傅家捡回来的，你看他走路的姿势，跟踩田埂似的。傅老夫人真是老糊涂了，什么人都往相府带。别理他们，待会儿坐老身旁边。还挺像那么回事。臣傅云峥见过太后娘娘。这位就是救了你祖母的那个小姑娘，
过来给哀家瞧瞧。去吧。民女千和，见过太后娘娘。走近些。好亮的一双眼睛，在这满殿的人堆里，就你这双眼睛没藏着掖着。争小子，你这眼光不错。太后说笑了，她只是陈祖母的。得了得了，哀家又不瞎。你刚才进来先往哪儿瞟的？真当哀家没看见？你就是傅老夫人带回来的那位吧？听说你在悬崖边救了老夫人，可真厉害。不过姐姐怎么连个像样的发簪都没有？妹妹这里有根银簪子，姐姐要是不嫌弃，就拿去戴吧。妹妹这簪子做工倒是精细，就是分量轻了些。我在山里打猎的时候，野猪身上随便拔根毛都比这个沉。你怎么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手劲大习惯了，没控制住。妹妹回头让银匠锤锤还能用，你不算白送。好，这丫头对哀家胃口。来人，把哀家那对翡翠玉镯拿来，带着。以后谁再拿首饰打笑你，你就告诉他这是哀家赏的，不服来找哀家。谢太后娘娘。行吧，冲太后这脾气，以后她要是缺人，我第一个上。一个人躲这儿做什么？透口气。你不在店里待着，出来找我做什么？什么？御膳房的杏仁酥，刚才看你没怎么吃东西。副丞相，你随身带点心？路过顺手拿的。沈千和，那个给你递簪子的，是李太傅的外孙女。李太傅，她是你查了10年的幕后黑手之一，所以她今天找我查，是替她外公探路的。八成是。往后的日子，这种试探只会越来越多。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有你副丞相在前面挡着，我就在后面负责动手。动手？物尽其用嘛。走了，回去。太后刚才念叨你。念叨我什么？那丫头呢？让她回来坐哀家旁边。这满殿的人就她说话不累人。沈姑娘，您说少爷这一去，朝堂上那些人……让那些人等着。你家少爷醒了，该睡不着觉的是他们。老奴就是这个意思。他每天回府还要扎进卷宗堆熬到子时。先停一停，吃点东西再熬。我还以为是谁，都说了不用特意送宵夜。嘴硬什么？王才在院外都听见你肚子叫了，跟打鼓似的。这粥里放了什么？味道跟往常不一样。山药和芡实，安神的。你天天熬到后半夜，万一明天上朝打瞌睡，被李大夫参一本丞相御前诗仪，丢的可是你们傅家的脸。明天也煮。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明天也煮这个，挺好喝的。怎么了？李太傅上折的弹劾我结党营私，还说我暗中跟永宁侯府走动往来。永宁侯府？柳氏派人往我府上送过2次东西，名义上是问候丞相祖母贵体安好，实际上是想把你跟永宁侯府绑在一起，让你在朝堂上被参一本。他怕了。可惜他打错了算盘。他送那2次东西，我全都退了回去。退的时候还让管家当面写了回支，记录在册。所以你手里有他主动递东西的证据？他送来的礼单还在我柜子里锁着，哪天他再动手，我把这张礼单往御前一递，先扣他侯府一顶帽子。副丞相，你这脑子当初怎么舍得泡酒里？这不是被你捞出来了。少爷，老奴托人查了永宁侯府这10年的开销。柳氏娘家从10年前开始，每年固定从侯府支走一笔银子，数目不小，但去向对不上。对不上是什么意思？老奴找了当年经办过那笔银子的一个老账房，他说银子从侯府出去之后，先转了2道商号，最后落进了一家钱庄。那家钱庄的东家姓李，跟李太傅同宗。这笔3000两的支出，日期是你家出事前2个月。3000两银子，从永宁侯府到李家商号，再到李太傅手里，刚好够买通当年的主审官。少爷，那您现在动容易打草惊蛇，
先把人调齐了，一网打尽。先吃。沈千和，以后桂圆少放2颗，太甜了。有刺客！谁派来的？李太傅说不能让傅云峥再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人绑了带回府，留活口，让管家连夜审。少爷，沈姑娘，那3名刺客连夜审完了，这是按了手印的口供。李太傅的手笔，就为了拦着我查10年前的通敌案。是，不过还碰不到核心机密，只招供说上面传了话，让傅云峥收手，否则下次不会这么简单。千和，你怕不怕？怕。他派来的人连我3招都扛不住，我怕他。傅云峥，我有种预感，快真相大白了。找到了。写的什么？柳氏的笔记。她要嫁女儿进傅家，用扳倒你爹娘赢家做投名状，换她女儿进相府。我家36条人命，在他眼里微不足道。别一个人扛，这笔账他欠2个人的，没道理让你一个人还。沈千和，等这事完了，我带你去永宁侯府认门。认门？让柳氏跪着给你开。行，他要是跪得不好看，我再让他重跪。沈千和，你小时候在山里过的什么日子？就那样呗，7岁上山砍柴，10岁打猎养家。冬天山里冷，被窝里塞了一堆稻草，还是冻得睡不着。后来学会抱着狗睡，暖和多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爹娘走了那年，我也差不多大。头3个月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祖母急得满嘴泡。那你后来怎么熬过去，慢慢好起来的？从前有个人送过我一颗蜜饯姜糖，甜得有些发齁。送糖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小丫头，身手利落的我将随手几推，那群人便站不稳，东倒西歪，可喊着慌忙逃开了。都让开！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？那个人是你？这是我当年包糖的纸，镇上只有老李家杂货铺用这种花纹的纸，我记得。凉了。是有点凉了。这个人，一张糖纸竟藏了这么多年。沈姑娘，少爷这2天批公文都带着笑。他本来就爱笑。不，已经很多年没笑过喽。李太傅上朝又参了我一本。这次参你什么？说我不务正业，天天带个来路不明的村姑出双入对，有损朝廷体面。那你怎么回的？臣带的是祖母救命恩人，太后亲赏玉镯之人。李太傅若觉得有损体面，不如先去问问太后，她的体面损没损？太后怎么说？太后当场赏了李太傅一个白眼。千和，你身世的事我查得差不多了，再给我半个月，所有证据就能串齐。然后呢？然后，腊月之前，我带你回永宁侯府认门。好。今晚想吃松鼠桂鱼？让厨房做啊。不嘛，我就喜欢吃你做的。
少夫人，永宁侯府的柳夫人带着小姐上门来了，说要拜见老夫人，顺拜商议要事。商议什么要事？听说是听闻相爷尚未婚配，想把他家嫡女说给少爷。哦，我倒要看看他带了个什么嫡女来。老夫人万福，今日冒昧登门，实是为小女的终身大事。相爷年少有为，妾身仰慕已久。柳夫人太抬举了，我家真儿那副醉鬼样子，哪配得上侯府千金？老夫人说笑了，如今相爷勤于政务，满朝上下谁不夸？柳夫人好啊。这位是老夫人带回来的救命恩人千和，柳夫人没听说过。你就是那个山野村姑，听说你救了我祖母的命，倒是挺能干的。能干什么呀？手劲儿大而已。别的不说，单手扛个狮子没什么问题。沈小姐要不要试试？不了。千和姑娘说笑了，今日妾身来是为小女的婚事，不知道相爷。他不在，征儿上朝还没回来。柳夫人要说什么，等征儿回来再说。柳夫人，我记得永宁侯的原配夫人姓林，当年生了个女儿，后来那个孩子丢了，林夫人伤心过度病故了。柳夫人，你旁边这位沈小姐生辰是几月的？你一个山野村姑，怎么敢？我怎么敢查侯府的事？我不仅敢查，我还敢当着你的面问。18年前，你把永宁侯府刚出生的嫡长女送到乡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有一天会回来？你胡说，我才是侯府嫡女。是吗？那这个长在你身上吗？柳夫人来的正好。永宁侯府接生记录、林夫人生产实录，以及柳氏你当年买通产婆的证词，签字画押都在。傅云章，你设局？我设局。柳夫人，你当年买通产婆送走千和，又联合李太傅构陷我傅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天？娘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相爷，千和是妾身一时糊涂，可傅家的事跟妾身无关，是李太傅。无关，3000两银子从永宁侯府到李太傅手中，过的是你柳家的商号。柳夫人，你自己的字迹要不要认一认？今日这些话，本相明日早朝会一并呈到御前。柳夫人，请回吧。侯府的门，你怕是进不去了。沈姑娘，早朝的消息传回来了，少爷把证据全递到了御前，皇上龙颜大怒，当场下了旨意。哦，圣上怎么说？永宁侯削爵3级，柳氏夺了诰命身份，送往家庙思过。李太傅那一桩牵连甚广，人已经关进大理寺大牢了。意料之中。丞相呢？下朝回府了。少爷往永宁侯府去了，说是要带您认门。我的天，这聘礼从街头排到街尾，怕是得有180台吧？你还不知道，这侯府当年丢的嫡女找着了，有好戏看了。相爷今日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这么多聘礼抬到我侯府门前，怕是不妥。沈千和是你原配林氏所出的嫡长女，你认还是不认？相爷，千和她竟是本侯的女儿，不然你以为呢？难不成是沈明柔？沈千和生于庚辰年7月15，侯府宗谱今日已改，她的名字写回原处。往后沈千和是我傅云征的人，跟你们侯府再无干系。相爷，千和她……侯爷，你女儿18年前就死了，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你当初不要的那个孩子。傅云征，你带了这么多聘礼堵人家的门，问过我的意见没有？本神带的是相府的聘礼，没堵侯府的门，聘礼抬的是傅家正门。那你刚才在侯府门口说的是什么？那是提前把路清了，省得柳氏再纠缠。千和，嫁给我，嫁给我，以后家里你说了算，你扛实施我都没意见。行。
行什么？聘礼够不够？少了我可不嫁。少夫人，这是礼部拟的仪仗流程。少夫人，这是老夫人选的吉时，您看看。少爷让人送来了一箱子的东西。少爷说，这箱糖是他从6岁那年开始攒的，后来每年买一包放进箱子里，攒了10几年。告诉他，以后不用攒了，天天都能吃到。千和，今日老身送你出门。老夫人，叫声祖母吧，往后是一家人。祖母。吉时到！沈千和，从今往后，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傅云正，待会儿拜堂你别哭。本相何时哭过？甜的。娘子，本相来接盖头了。别看了，重死了。傅丞相，今晚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，以后家里我说了算，你有意见？没意见，为夫不敢。反正打也打不过，说也说不过。认输就好。坐，有件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镖局？我在城南看中了一个铺面，准备开个镖局。另外北界也有粮铺要转手，我也打算盘下来。你连嫁衣都没脱，就开始规划做生意了？不然呢？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。行，开镖局我帮你递折子。北街粮铺的东家我认识，明天让管家去谈价。还有货运商行。千和，你是想把我傅家的家业翻几倍？至少3倍吧。娶了你，这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那是你捡了大便宜了。就这间，梁正墙直，后院够大，能停马车，开镖局正合适。少夫人，这铺面的东家是户部的王主事，少爷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按市价70%拿。你家少爷办事倒是利落。那是，少爷说了，少夫人要做什么都别拦着，银子不够，从公账上支。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？原话是他要折腾就让他折腾，折腾完了再给他善后。但少爷说这话时候是笑着说的。行吧，嘴硬心软的毛病这辈子是改不了。今儿就定下来，3日后开张。敢请少夫人露一手，让弟兄们开开眼。行啊，你们一起上，能碰着我一脚，就算你们赢。少夫人好身手，我们哥几个服了，以后跟着少夫人，水里火里绝不含糊。月钱比别处多2成，亏不了你们。成了，一趟下来赚了120两，扣掉给弟兄们的赏钱，净剩80两，开门红。你脚上磨了个泡，靴子都渗血了。傅丞相眼神倒是好，这么点痕迹都能看见。眼神不好，怎么批公文？睡前抹药膏，明日换软底靴。嘴硬心软的家伙。你会
画的？随便画的。傅云峥，以后每年的花灯你都给我做。行。站这儿发什么呆？打算站到天黑？案子结了。管家刚跟我说了，李太傅在大理寺接旨的时候当场就瘫了。我爹娘走的那年正好36岁，我从脚少年查到身居巨象，整整审今天，终于了了。进去吧，当心着凉。爹娘，儿子给你们招血了。沈千和在。带我去吃碗面吧。等着。以后每年清明，我带你一起去祭我爹娘。千和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你那年给了我1颗姜糖，也谢你今天在这儿。走了，回房睡了。明天还有一堆折子要批，少熬夜。哎，来了来了！我就说传言是真的。你看那姑娘是不是副丞相夫人？我的娘哎，那箱子少说也有180斤吧，怪不得人都说当初她能把醉醺醺的丞相大人拎起来，我原先还不信。快，给少夫人倒碗凉茶来，仔细累着。这点分量算什么？山里扛野猪的时候比这沉多了。头一批货走北线，3日后发，跟镖队那边打个招数。头趟车我亲自押，稳当。哎，好，少奶奶亲自去，那铁定万无一失。这才多久，第3家铺子就开起来了。哟，副丞相下朝还特意绕过来视察，怎么怕我把你傅家的本钱赔光了？赔光倒不至于，就是怕你扛货扛累了，回头又赖我没给你找够伙计。算好了，3家铺子连镖局带粮铺，开业半年，净盈利在这儿。可以啊，比我预想的还多2成。这个数，比我10年俸禄加起来还多。千和，当初祖母把你从悬崖边带回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捡了个麻烦，现在才知道，知道什么？是捡了个祖宗回来。叫谁祖宗呢？叫夫人。夫人，爹娘，儿子带媳妇儿来看你们了。她叫沈千和，是永宁侯府的嫡长女，也是救了祖母的人。她力气大得很，往后傅家有她在，只会越来越好。你们放心。对，爹娘放心，以后有我陪着她，陪着傅家。好了，起来吧，外面雪下大了，回屋吃元宵。回吧，别冻着。前头万家灯火，身后旧事风尘。这双手接住了我18年的颠沛，我还他一辈子的暖。